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小蝶，该回家了，天就快要黑了。洪涛湖，一个采藕的妇人收拾好工具后，朝湖中心一个年轻的女子呼喊道。正在下地笼的女子听见妇人的声音，笑着抬头说道：王婶，你先回去吧，我刚才发现了几条泥鳅，我抓一些回去，给俺娘熬汤喝。妇人闻言笑着摇摇头道：快上来吧，你娘的疾病不适合喝鲜汤，得滋补其他的东西。昨天你大叔从山里带回来一只野兔，待会你分点回去。女子闻言有些泄气，不过她还是从淤泥里走了出来。这泥鳅不好抓，她已经耽搁许久了。来到妇人身边后，她有些歉意的道：王婶，都是我没用，这一段时间以来都麻烦你们了。妇人笑道：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你父亲对你大叔有恩，这点事也是应该的，不过你也老大不小了，你母亲的病一直这样拖着，你的终身大事可有些难办喽。女子姓程，名小蝶，她父亲3年前进山采药遇到了狼群，奋力之下救了村里几个年轻后生，可她再也没有走出林子。程小蝶母亲杨氏知道后，因伤心过度得了偏瘫症，这半边身子不管用，失去了自主生活的能力。去年杨氏的身体恢复了一些，便想着给女儿分摊一些家务活，没想到去河边洗衣服时不小心摔倒了在河滩上，这一下直接摔断了几根肋骨，要不是有人及时发现，杨氏估计都活不下来。为了给杨氏治疗，程小蝶把家里的3间瓦房变卖了，这才得以保住杨氏的性命。也正因为如此，程家一下子变得极其艰难起来。为了自己与母亲的生计，也为了母亲后续的治疗费用，程小蝶没日没夜的干活，晚上回家吃完饭后就纺纱织布，白天把地里的农活做完后，又得帮地主商贾去采湖里的莲藕荷花。也幸好程小蝶所在的明月镇是附近有名的鱼米之乡，水路运河方便，要不然她一个弱女子还真无法把这个家支撑下去。程小蝶刚与妇人走到半路，忽然一个小孩急急忙忙朝他俩跑来。那小孩一见程小蝶，顿时大喜道：小蝶姐，我可算找到了你了，你快回家去吧，婶娘快不行了。程小蝶闻言顿时一惊，妇人也丢下篮子，两人火急火燎往家里赶。两人还没有进家门，就看到院子里已经站满了不少村里的邻居。一个中年人见程小蝶回来，便着急道：小蝶，今天你母亲去水井边打水摔了，现在怕是不行了，你快去见她一面吧。程小蝶脚步虚浮，她支撑着自己进屋，发现躺床上的杨氏脸色苍白，正吊着一丝气息。程小蝶飞快跑过去说道：娘，我都给说了多少遍了，这些家务活我来做，你怎么不听我的话呢？程小蝶拉着杨氏的手，话语中虽然有些责怪，但言语中尽是温暖。杨氏拉着程小蝶的手，满眼的愧疚，她说道：小蝶，这2年真是辛苦你了，你父亲他想我了，我也是时候去看看他了，你别为我担心，我走了你负担也要轻松一些。小蝶，我现在时间不多了，我死之后，你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，之后便去投奔你舅舅吧，他现在洛阳城里开了一家布庄，你过去想必也能过得好一点。还有刚才我已经让文先生代笔写了一封信，这次你去洛阳，虽说是投奔你舅舅，但也不要让他为难，我特地给我写了一封信，到时候你转交给他就行。杨氏交代几句，话还没有说尽，就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。他能支撑着程小蝶回来，估计也有回光返照的因素。杨氏离世后，程小蝶按照母亲的遗嘱，找到李正变卖了家里的房屋，买了一口薄棺材，
在村里邻居的帮忙下，将杨氏入土为安。忙完母亲的后事之后，程小蝶便按照母亲嘱咐去洛阳投亲去了。如今她也只剩下这么一个亲人，从明月镇到洛阳，走水路要方便一些，只不过花的时间要长一点。从水路转官道，大概需要5天左右。程小蝶跟着一只商船，历尽千辛万苦，舟车劳顿，总算到了洛阳，缴纳了入城的费用。程小蝶按照母亲给的位置一路打听，足足花费了好几个时辰，才寻到母亲所说的玲珑布庄。说起来，程小蝶一家都不是明月镇本地人。据杨氏所说，他早年在洛阳认识程小蝶的父亲程文山后，就与之一起私奔到了明月镇。程文山是外地人，来洛阳也是做一些小生意，两人一见面便相互看对了眼。不过当时杨氏父亲嫌程文山一穷二白，便没有同意这桩婚事。杨氏对程文山的感情很深，两人商议之下便决定归隐山林，安安分分地过日子。于是便相约来到了明月镇，过了10几年的安分日子。后来杨氏父亲也看开了，也来到明月镇看望他们几次，嘱咐如果以后过不下去了，可以随时回去找他。杨氏当时认为，既然已经离开了，也不用回去麻烦老父亲，况且如今他弟弟已经有了妻室儿女，他回去也不好。这样过了2年，杨氏父亲离世，他与程文山回去祭奠了一次，想着以后不会再麻烦弟弟。没想到这才过去3、5年，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。程文山为了救村里的后生，不惜付出了自己的生命，而杨氏也因为伤心过度，落下了病根。程小蝶来到店门口，恰好遇见柜台后面正在训斥小厮的杨大鹏。舅舅！程小蝶喊了一声。杨大鹏闻言一愣，扭头看见门外的程小蝶，他先是迟疑了半晌，随后从柜台后面小跑出来，问道：小蝶，你怎么来我这里了？你母亲呢？程小蝶把父亲还有母亲的事情都说了一遍。杨大鹏听到姐姐已故，顿时有些黯然神伤。来这么远，先进屋吧。杨大鹏把程小蝶引进后院，又招呼下人弄来了饭菜，说道：你先吃点，这几天舟车劳顿一定饿了。程小蝶也确实饿得不行了，她坐下后就拿出一个包子往嘴里塞，片刻后她似乎想到了什么，急忙从包裹里拿出一封信递给杨大鹏，说道：舅舅，这是俺娘让我给你的，你看看。杨大鹏接过信封，打开，只见上面写道：见字如面，弟弟，姐姐身体不行了。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小蝶应该到了你哪里吧？这次我让小蝶来找你，并不是要麻烦你，我知道王雪不喜欢我，你也别为难留下小蝶，你给她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处，能够活下来就好。将来如果能够给小蝶寻一个夫家，那便更好了。姐姐这一辈子没求过你，这件事就当姐姐求你了。程文山去世，加上杨氏落下病根，这些杨大鹏都不知道。杨氏知道弟弟是一个什么情况，自从杨大鹏娶了媳妇后，基本上就不怎么管事了。明面上虽说是一家之主，可背地里却说不上话，让程小蝶来投奔他，估计麻烦是不会少。因此杨氏才会这样安排。若让小蝶在布庄留下，先不说杨大鹏左右为难，小蝶肯定会受到他这个舅妈不少的白眼。杨大鹏刚看完信，妻子王氏不知道从哪里得到消息，竟然来到了布庄。杨大鹏看着侄女与妻子，有些为难地道：娘子，这是我外甥女小蝶，之前我和你提到的小妮子就是她，我姐姐你也见过2次。杨大鹏铁了心要护住程小蝶，哪怕妻子发火，他也不能让自己这个外甥女流落街头，要不然他这个做舅舅的还有何脸面？其实杨大鹏之所以如此卑微，主要还是他有求于王家。王家在洛阳虽然算不上什么大户人家，
但手里却掌握着一支商队。其实严格说起来也算不上商队，就是王氏哥哥纠集起来的一些地痞。这些人多少会一点拳脚功夫在身上，专门做一些护卫的工作，替一些商行店铺提供安全保障。杨大鹏算不上是高攀了王氏，两家属于互补有无。借着王家的商队，他的这个布庄生意也好了许多，而王家有杨大鹏的布庄照顾，自然也有了收入来源。本来王氏是瞧不上他的，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同意嫁给他，这让杨大鹏摸不着头脑的同时也暗自窃喜。王氏容貌极美，在东街这一片那可是响当当的美人，他杨大鹏能够娶到她也算是运气好，这也是杨大鹏处处迁就王氏的原因之一。除此之外，杨大鹏个人性格稍微内敛了一些，王氏又比较强势，这才造成了如今这样阴盛阳衰的模样。王氏笑道：夫君，怎么家里来了亲戚也不给我说一声，弄得小蝶好像没有我这个舅妈似的。我还是听别人说小蝶来了我才知道，你瞧你就只给小蝶吃这些东西，我这就去厨房里重新热几个菜，你们等着啊。王氏笑着招呼了一声，竟然真转身去厨房了。杨大鹏看得惊奇，心中诧异王氏今天怎么如此好说话，不过他也没细想，认为是自己多虑了一些。小蝶好歹也是他的外甥女，不至于像对待外人一样。见妻子并不排斥小蝶，杨大鹏也松了一口气，他正好不知道该怎么说呢。王氏很快就端上来了2碟精美的小菜，杨大鹏趁机说道：娘子，我姐姐前不久刚刚离世了，小蝶来我们这里是打算投奔我们的，你怎么看？王氏看了程小蝶一眼，笑道：还能怎么办？多个人多双筷子呗，这事你做主就行。程小蝶闻言顿时感激道：多谢舅妈。杨大鹏听后心情大好，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吃了一顿晚饭。只不过王氏看程小蝶的目光深处有着丝丝的贪婪，就这样程小蝶算是留了下来。杨大鹏也把程小蝶的事情给王氏说了一遍，王氏今天给了他面子，他也把这件事给稍微交代一下，算是给对方一个交代。程小蝶这一住便是3个月之久。这天布庄后院，王氏特地找来杨大鹏，并给他准备了一些精美小菜，还给他倒了一杯酒。杨大鹏被王氏此举弄懵了，王氏这段时间怎么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？娘子，你这是？王氏笑道：夫君，小蝶来我们这里有3个月了吧？杨大鹏点点头，心说你问这干嘛？这段时间我没亏待她吧？杨大鹏再次点头。王氏紧接着道：夫君，按照你姐姐的意思，我们得帮忙给小蝶找一个营生是吧？杨大鹏忍不住了，问道：娘子，你有什么就说吧。王氏笑道：夫君，昨天我去我哥那里，从他那里得知最近赵府要招一批通房丫鬟，我看小蝶的底子也不差，我就特别让我哥留意了一下，给他争取一个名额。你也知道赵府是什么身份，那可是前朝太师赵大人的府邸，如果小蝶能够在那些公子哥里面混上一个通房丫鬟，那她一辈子可就衣食无忧了。杨大鹏闻言迟疑了片刻，他考虑了一下，说道：这件事事关重大，我得与小蝶商量商量。他姐姐留下的信的确是这样，可这事他也得与程小蝶商量商量，尽量争取程小蝶的个人意见。王氏笑道：我刚才已经与他商量了，小蝶同意这件事，这不他同意了，我这才过来问你的吗？杨大鹏一愣，他没想到小蝶会同意这件事，既然小蝶已经同意了，他这个做舅舅的也只能听之任之了。赵府可不是一般的大户人家，如果能做一个通房丫鬟，也是小蝶的福气，对此也没有反对。杨大鹏看着王氏，心中很是感动。这段时间王氏对程小蝶不仅没有苛刻半分，对程小蝶还非常的好。
这让他心中仅存的一丝疑虑也烟消云散。在王氏的安排下，第二天程小蝶就被送到了赵府后院。王氏指着前面的高墙大院，说道：“小蝶，这次舅妈给你找了一个好人家，你过去后日子就不用发愁了。赵家人多，规矩也多，他们说什么你千万别抵触。不过你也别担心，如果有什么不顺心的事，你完全可以回来。”王氏言语中虽然有宽慰，但眼底深处却隐藏着一丝冷笑。程小蝶点点头道：“舅妈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好好做事的。”就在这时，赵府后门打开，走出来了一个锦衣中年人，他的后面还跟着一个丫鬟。王氏急忙陪笑道：“孙管事，人我给你带来了，你看怎么样？”那孙管事看了看程小蝶，眼睛一亮，顿时点点头道：“不错，你这次还算靠谱点了。小翠，把她带到金树院去。”孙管事扭头吩咐了一句，之后便带着王氏走到一边，拿出一袋银子递给王氏，嘱咐道：“杨夫人，这是尾款，你拿好了，一共100两银子，我们人货两清。”王氏笑道：“你就放心吧，这件事保证稳妥。”已经进到院子的程小蝶没想到，她竟然被王氏给卖掉了。她来赵府根本就不是做通房丫鬟，而是被送到了一处偏僻的院子，在这里竟然有4、5个与她年纪差不多的年轻女子。你先在这里等着吧，待会老爷公子他们都会过来，并交代你们一些必要的规矩。那丫鬟说了一句，就转身离开了。来到此处后，程小蝶有些不知所措，这些人她谁也不认识，只能先找一个角落蹲着等待着。足足等了大概1个时辰，院子外才传来一阵脚步声。程小蝶与其他5个少女同时起身，朝外面望去，只见在5、6个丫鬟家丁的陪同下，一个面相威严的中年男子与几个年轻公子哥一起朝这边走来。那孙管事正佝偻着腰走在后面，这中年男子正是当今赵家的家主赵雷，他后面跟着的3人都是他的儿子，大儿子赵宇，二儿子赵民，三儿子赵文。赵雷走到程小蝶6女跟前，扫视6人一眼，点点头道：“我叫赵雷，是赵府的家主，你们当中有人可能已经知道了，不过我还是得重新说一遍，你们来我赵府是完全被买断了，如今你们就是我赵府的人，你们能来到此处，想必已经同意了之前的要求。现在我也不多说废话，从今天起，无论你们之前姓什么，今天全部都得姓赵。我会收你们作为义女，如何会培养你们1年，1年后你们得代表我们赵家完成朝廷的任务。如果你们成功备选，并且出色完成任务，你们的家人将会一辈子衣食无忧，谨遵义父安排。”除了程小蝶，其他5女都神采奕奕，一脸的兴奋。程小蝶纳闷了，怎么与舅妈说的不一样？她抬起头来，想看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忽然间，她轻咦一声：“是你。”此时站在赵雷身边的赵文也是一愣，旋即大喜道：“小蝶姑娘，你怎么来这里了？”她似乎想到了什么，急忙凑到赵雷身边悄悄说道：“父亲，左边的那女孩就是我之前给你说的那人，半年前我在洪涛湖那边落水，就是她救了我。”赵雷一听也是有些意外，旋即说道：“你带她离开吧，这事不让她参与了。”赵文大喜道：“多谢父亲。”他急忙朝程小蝶招手道：“小蝶姑娘，你跟我来。”其他5个女子见状，满脸的羡慕，眼中露出深深的渴望。程小蝶跟着赵文离开了院子，路上她有些拘谨的道：“赵公子，没想到你竟然是赵家之人。”赵文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小蝶姑娘，之前的救命之恩多谢了，我后面来找过你了，就是没见到你。”程小蝶道：“赵公子不必挂怀，无论是谁碰到那天的事情，都会予以援手的。
半年前，程小蝶在洪涛湖东岸河流入口处捞鱼时，无意中拖上来一个溺水的人，这人就是赵文。得幸亏程小蝶叫来了岸边的船夫，这才把赵文给救了回来。那天程小蝶着急回家给母亲做饭，也没有过多停留，在赵文醒来后没多久就离开了，双方也就只知道对方名字，其他的都还没有来得及说。赵文回到洛阳后休养了2个多月，待身体恢复的差不多的时候，他又回到了洪涛湖。他回来主要有2个目的，一来是想打听程小蝶的消息，二来是想再见见程小蝶。回到赵府后，赵文对程小蝶就一直念念不忘，脑海里常常浮现程小蝶那娇美的脸庞，以及让他心中暖意十足的笑容。赵文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间好像喜欢上了这个女孩。让他有些郁闷的是，他去洪涛湖转悠了好几天都没有遇见程小蝶，也没有打听到程小蝶的消息。此时的程小蝶已经来到了洛阳，赵文自然是没办法寻到，这让赵文一度很是郁闷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自己千辛万苦想要寻找的女子竟然来到了自家府上，这么不让他意外。赵文道：不管怎么样，我是小蝶姑娘你从湖水里拖上来的，如果没有你，我现在早就是一对枯骨了。本想谢谢你，可我回洪涛湖后一直没找到你。程小蝶笑道：赵公子，我已经来洛阳好久了，你自然找不到我。对了，刚才你们这事，既然遇见了熟人，他也不那么拘谨了。想起之前的事，程小蝶不由得问了出来，这事好像与舅妈说的不一样啊。赵文意外道：怎么，小蝶姑娘你不知道？程小蝶摇摇头道：我来的时候，我舅妈说是做通房丫鬟，可是刚才从赵雷的话语间，程小蝶已经知道这中间怕是有什么误会，这明显不是做通房丫鬟。赵文闻言一愣，他笑道：小蝶姑娘，你这个舅妈怕是居心不良，她骗了你。骗我？程小蝶脸色一变，赵点点头，旋即又说道：这件事说起来复杂，其实也很简单，你们都是被我们赵家买回来的，以200两银子的价格买断。我们赵府聘请一个丫鬟每个月的例钱是5000银子，因此这个价格是很高的。刚才你也听到我父亲说了，你们都得改姓赵，并且还要教你们一段时间的礼仪书画，其目的就是为了让你们更像我们赵家人。目的吗？其实说来也很无奈，3年后皇帝要派遣一批人去金人那边和亲，我们赵家被选中，需要派遣6名女子去选拔。漠北金人那边都是苦寒之地，我父亲不想让家里的女子过去受苦，无奈之下想了这么一个办法，收你们作为义女后，你们自然也成为了赵家的人。这些事早前已经与你们的家人商量过来了，并且还是得到了你们家人的同意才来赵府的，你怎么会不知道？程小蝶明白了，她来赵府不是做什么通房丫鬟，而是代表赵家去参加选拔，去漠北金人那边和亲。简单来说，她被王氏给卖了。这些消息她一点都不知道，而其他5名女子明显是知道的，也是自愿来赵家的。赵家给了他们亲人足够的银子，他们也愿意去参加选拔赛事，可这些王氏都没有给他说，银子的事情也没有提，仿佛看出程小蝶脸色有些不太好。赵文宽慰道：小蝶姑娘，这事你不要担心了，这次的选拔赛你不用去了。程小蝶摇摇头道：我不是担心这事，我是被我舅妈骗了。赵公子，我得回去一趟，我要问问我舅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你放心，我舅妈拿了多少银子，我都会拿回来还给你的。赵文无奈，只得说道：那好吧，我先送你离开，你遇到什么难事尽管来找我，银子的事情你别在意，对我们赵家来说不算什么。程小蝶感激道谢：多谢公子。看着程小蝶离开的背影，
赵文扭头朝申说道：“小五，你跟着他，如果他遇到危险，可护他周全。”对于程小蝶的离开，赵文有些担心。他舅妈既然敢隐瞒这件事，肯定有所依仗。如果程小蝶前去理论，指不定会遇到难事，派一个人去护着，他也放心些。是，公子。一个人影从暗处走了出来，朝赵文拱手后便化作一道黑影，离开了赵府。看身法，应该也是一个武林高手。程小蝶回到舅舅杨大鹏家，他在店面寻找了一圈没见到杨大鹏，来到后院，他刚想去厢房找王氏理论，却无意间看到了一个陌生人悄悄溜进了舅妈的房间。程小眉头一皱，他悄悄来到窗边，捅破窗户纸，悄悄朝里面望去。里面发生的事情让程小蝶面色一惊，紧接着一段说话声便传入程小蝶耳中。只见那男子刚进屋，就急不可耐地说道：“小雪，我来了。”王氏有些惊慌道：“你怎么来了？你不看看这是哪里？如果被杨大鹏发现，那我就完了。”男子笑道：“杨大鹏没在，我看着他走了，我才进来的。再说你怕什么？现在玲珑布庄的房契地契你还没有拿到手。”王氏摇摇头道：“那杨大鹏看得紧，我现在只初步掌握了账房，房契地契都还没有拿到手。杨家的房契地契都是我想要的，要不然我嫁给他干嘛？密谋这么多年，就是为了玲珑布庄。对了，那杨大鹏的外甥女被我弄走了，还拿到了200两银子，他留在这里，迟早会分走一部分财产。”男子笑道：“不急，那女子走了也好。”王氏娇笑捶着男子的胸膛，笑道：“你这没良心的。”王氏笑意更甚，说道：“你也太坏了。”程小蝶在外面听得面红耳赤，她不敢再继续听下去。此时的她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相，舅妈王氏不仅是毒妇，还悄悄与他人有染。程小蝶暗道：“你不仁我不义，我这就去告诉舅舅，一不做二不休。”他想尽快把这件事告知舅舅，要不然舅舅一辈子都在背叛中度过。程小蝶刚刚离开后院，迎面就碰到了杨大鹏。杨大鹏一愣，说道：“小蝶，你不是和你舅妈去赵府了吗？怎么回来了？”程小蝶急忙道：“舅舅，先不说这些，你快跟我来。”杨大鹏心中纳闷，只得跟在程小蝶后面。程小蝶来到后院，直接冲到舅妈房门前，一脚踹开大门。杨大鹏本想呵斥程小蝶不懂礼貌，当他看到屋内的情况时，脸色一下子变了。他怒道：“王雪，上至你们！”上至见奸情被撞破，当即面色一狠，直接拿起桌上的短刀朝程小蝶二人刺来。忽然间，一道黑影闪过，上至被击飞出去，倒在地上生死不知。王氏面色颓然，上至是他大哥的得力干将，竟然一招就被打得动弹不得。他怕了，求饶道：“夫君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饶了我吧。”杨大鹏怎么可能饶了他？朝旁边的黑衣人道谢后，直接让程小蝶招来街坊邻居来作证。2天后，王氏与上至被陈塘进猪笼。王家得知这件事后，竟然出奇的没有出来说话。杨大鹏也断了与王家的生意来往。这天，杨大鹏正在店里处理事情，忽然间门外来了一群穿着喜服的乐班子，一堆人挑着聘礼进入店内。一个年轻的俊后生来到杨大鹏跟前，拱手道：“杨掌柜，今日我们来到府上，是来提亲的。我们家三少爷想娶程小蝶小姐为妻，特地下了聘礼。”杨大鹏望着赵府来人，满脸的意外。2天前他就有些疑惑，那黑衣人自称是赵家人，程小蝶也说不清楚他的来历。虽然他知道了王氏的事情，可并没有把这一切联系起来。程小蝶也没有说关于赵文的事情。杨大鹏扭头看向程小蝶，问道：“小蝶，这是？”
程小蝶看着慢慢走进来的赵文，脸上出来意外还有羞红。她问道：“赵公子，你这是？”赵文走进店里，朝程小蝶说道：“小蝶，我是来娶你的，救命之恩，无以为报，以后我以余生报答你的恩情。”程小蝶看着赵文，眼中满是意外。赵文容貌俊朗，说程小蝶心中早已有了涟漪，此时被当众表明心迹，他脸已经红透了耳根。他看了看杨大鹏一眼，说道：“全凭舅舅做主。”说罢便害羞地跑到后院去了。杨大鹏哈哈一笑，急忙道：“赵少爷，里面请，我们商量商量。”后院，程小蝶脸上发烫，眼中有了满满的幸福。她看着天空，小声道：“娘，我现在很好，舅舅这些也很好，你就放心吧。”行善论心，当真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害人终害己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